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62岁的阿姨莫名的在右大腿内侧长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块，由于不痛，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可就在近日发现右腿肿胀，走路有点无力，才想着到医院里看一看。经过彩超、下肢血管平扫加增强加3维 CT 检查，并没有发现血管堵塞，血流是通畅的。在右大腿内收肌群有占位，提示考虑恶性肿瘤可能。所以一旦出现腿部疼痛或者是肿胀，千万别只想着是小问题，最好多一个心眼，尽早的到医院去检查看看，可能是癌症的信号。一、体内有癌，腿先知，出现这4个迹象，一定要重视。一、有肿块，在腿上出现肿块，虽然不多见，但不是没有。在孔医生的印象中，1年前有一位19岁的大一学生，就是因为大腿上有一个骨肉瘤，术后来做康复。当然，腿上的包块出现可能是局部的，但也有其他位置的癌症转移，比如肺癌、前列腺癌或者是子宫内膜癌等均会发生转移，大多没有疼痛，但生长的速度比较快。2、腿抽筋。腿抽筋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总认为是小事情，可能是缺钙所致。当然，腿抽筋的原因很多，比如一年轻人可能会白天运动量过大，肌肉出现疲劳、痉挛，也有可能是保暖措施不到位，受冷刺激导致的身体代谢物聚集而产生的。除此之外，一些体内有肿瘤病史的人，特别是身体机能下降，造成内分泌功能紊乱时，血钙浓度下降，容易造成腿在夜间频繁的抽筋，如肝癌、甲癌等。3、腿夜间剧烈疼痛。倘若腿部莫名的疼痛，尤其是在夜间，疼痛加重，反复持续的出现，并不会因为干预而减轻，那您就得注意了。同时，请关注自己的体重有无莫名的下降，或者是食欲减退。基本身体内有很多癌症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别大意，当心是癌找上门。4、腿肿胀。腿部肿胀，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但一定要及时的查明病因。虽然和循环回流有关，但是很多疾病都会引发，如血栓、心肾功能不好等，但也不排除癌症引发的腿肿胀，如文章开头的阿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2、腿疼，可能是这些原因引发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腿疼的人真不少，但大家可能都认为是蜕变了，比如骨关节炎、风湿性的关节炎等，特别是中老年人比较典型。殊不知，除了关节炎之外，还有这些疾病也会导致腿疼或者是腿肿胀，比如一些的腰椎病、肩盘突出、椎管狭窄会卡压神经而引发下肢疼痛，还有一些血管疾病，如宽总静脉闭塞综合症、下肢动脉闭症或者是血栓、静脉曲张等，因血流不畅、供血不足，也会导致腿的疼痛以及肿胀。但是除了以上介绍的常见疾病外，癌症同样也会引发腿部的问题，如肿胀、疼痛、抽筋等，均可能是癌症发出的信号。4、这4个腿部症状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。需要提醒的是，除了上述的几个症状外，腿部出现这几个表现也同样需要引起警惕。1、脚凉，在气温合适的前提下，足部还是无法的暖起来，那需要警惕可能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、动脉硬化闭塞症所致。2、腿麻，没有受到压迫的情况下，出现了异常的腿麻症状，可能是因为罹患了腰椎疾病、脑血管病以及末梢神经炎引起。3、脚跟痛，脚跟出现异常的疼痛感，可能是由于足底筋膜炎所致，在行走一段时间后，症状会有所缓解。4、脚踝肿胀，脚踝出现异常的肿胀表现，需要警惕，可能是肾脏功能异常导致体液水液代谢异常所致，也可能是踝关节炎引起。5、延伸，
老寒腿是冻出来的。不少人在日常一到冬季就膝关节疼痛，这其实就是民间俗称的老寒腿。大家都说这是冻出来的，事实是如此吗？老寒腿其实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，并不是由于天气寒冷所致的，只是在天气寒冷时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速度变慢，容易让炎症的因子堆积，诱发症状加重。骨性关节炎的诱发原因其实有很多，如肥胖、外伤、年龄、遗传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其发生。更年期的女性由于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，导致骨强度、骨营养下降，更容易发生关节炎。肥胖人士日常行走时关节需要承受较大的压力，也容易诱发炎症的出现。还有一些人膝关节软骨曾经受过伤，也容易发生炎症。6. 仰腿，推荐一个温柔的养生动作，简单有效，易坚持。双腿素有第二心脏的美誉，人体 50% 的血液、神经、血管都在双腿上，在日常我们要多爱护它。预防腿部衰老，推荐一个动作为踮脚。踮脚时可以启动下肢多处的肌肉参与，可以提高 20% 的腿部肌肉力量，而且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，无论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走路时都可以踮脚。建议每天可以进行10分钟的踮脚。值得提醒的是，踮脚也要循序渐进，否则可能会出现足跟疼痛。踮脚后按揉一下小腿部，避免小腿粗壮。同时注意，孕妇、血压高的患者、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宜随便踮脚，避免发生意外。除了踮脚，还可以从这些事情来养腿。首先要做好下肢的保暖工作，不要让腿部受凉，最好穿着宽松的裤子和鞋子。其次要适当的多晒太阳，紫外线可以促进身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，对于钙质的吸收有帮助。最后在夜间睡前可以适当的泡泡脚，泡脚可以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，起到改善睡眠等的作用。此外，对于一些中老年人而言，可能身体蛋白质不足，肌肉松垮，运动起来容易扭伤或者是跌倒。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必须的多补充蛋白质，如进食一些富含蛋白质的蛋类、瘦肉食物，甚至可以每天喝点蛋白粉，特别是老年人，然后再加强运动。看腿部变化也可以知道疾病征兆，日常一旦发现腿部出现异常的症状，要及时的引起重视，就医检查，以免耽误治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